妈，从小到大，我可是一切都按照你们的安排去做的。你们让我去留学，我就去留学；你们让我回来，我就回来。现在，我回来了，好好的在上海当着我的律师。我爹他非要你行了，什么好好的啊，在那儿给那洋人什么打杂跑腿儿，那叫没出息。那不是跑腿儿，那叫合伙。爹，我现在是上海大英律师楼的律师，是合伙律师。就是跑腿儿，就是打杂跟班。行，您说跑腿儿就跑腿儿。您觉得没出息，我不也又回到平城来了吗？反正所有的事情都得按照你们的想法来。怎么了？啊，爹妈生你养你，你还不应该啊？应该。所以我这不是乖乖的听您的话，我就回来了吗？但我告诉您，爹，我自己的婚姻必须我自己做主。你做主行，但也不能相中那个单以真啊，他有什么好？人家怎么了？虽然我不知道他有什么好，可是我知道那个张家的女儿哪儿不好。你瞧他那个德行，势利现实。我跟您说，妈，他欺负人，我就不喜欢。用你瞎仗义啊！啊，他欺负姓单的又没欺负你，你看看他那爹，那个单福全，全城人都看他不顺眼。哎，董家出殡那天，你不是也跟他杠起来了吗？那是两回事儿，爹。他爹不好是他爹，那不能因为这个人家女儿也跟着遭殃吧？这是做人起码的道理。呵，啊，你还教训起我来了？我是你爹，我用你教我做人的道理啊！事实就是，你们俩都少说两句吧。永嘉，快回你屋去吧，啊，别再惹你爹生气了。去。但我必须声明啊，爹，我绝不娶这个张家的女儿。你们要是再逼我，我就还回我的上海。你说，行了，消消气，喝点水，啊。喝什么呀？董家少奶奶真的被董白两家都赶出来了，还不都是怪那个石不全？现在我连街都不敢上。你是没瞧见那天在布店，那张家母女是怎么羞辱我的？好了，都是哥不好，让你受委屈了。要是那天我能阻拦住义父，哥，那石不全的臭名又不是一天两天了，你干嘛没事总往自己身上揽啊？以真，我们说话做事情要凭良心的，不管外面的人怎么说什么，我们不能背弃他。再说了，你看看我妹妹多好看呀，谁说没人要？你别碰我，刚抓了鸡的脏手。好了，以后呢，别总去想那些委屈的事儿。人生在世，没有什么到最后是过不去的。好了，不说了，哥还赶路呢，改天来接你。嗯。钟安，还等吗？让你等你就等，哎，天天在这儿等，啰嗦。钟伯，开饭。快是。都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啊，下去吧。哎，老爷，您坐。就这个，你们就给我吃这个啊？这么寡盐少油的，你们想打发我？天热，想您胃口也不好。谁跟你说我胃口不好？我胃口好的呢。是个屁呀！我一个人开饭就可以马虎了？这么无鱼少肉的，要敷衍谁啊？哦，把我喂饱了了事儿是不是？不是，我一个人就不是人了，非得那两个白眼狼在家里面，你们才会亲情炮制。你们欺负我啊？让你们欺负我！让你们欺
闭眼。老爷，您消消气儿。重做5菜1汤，3荤2素，有鱼有肉，一样不准少。还不信了？少了他们我就不活了。重做。是，快给老爷重新做，快！哼！最好别回来！忘恩负义的东西，有本事别回来！打扰。你知道董少奶奶府上在哪儿吗？你找谁啊？请问董少奶奶府上是这儿吗？你是谁啊？我是王妈，谁呀？小生姑娘。单少爷，你怎么来了？哟，熟人呐，那屋里说呗。没你事儿，进屋去。单少爷，你有何贵干啊？我，那什么，这个您拿着。你这是干什么呀？你拿走，拿走。您收下吧，这是我特意从老姑家带来的，特肥。谁没吃过肥鸡啊？你拿走吧。请留步。小春儿，给我倒点水。是我啊，他在外头跟人说话呢。男人，姓单的年轻男人。你们爷俩把我们家小姐弄到这步田地，六亲不靠，人见人踩。你送2只肥鸡，你就心安理得了？不是，我嘴笨，不太会说话。不会说就别说，拿着你的鸡，能走多远就走多远，再也别见了。少奶奶说了，让客人屋里说。单少爷，请坐。请坐，单少爷。不用了。让你坐你就坐，怎么着，还要3推4请啊？小春儿，上茶。不用了，我来看看少奶奶即可。小姐，给她上哪门子茶呀？来了就是客，快去倒茶，上好茶。哎，我听说那个单家少爷，跟你有关系吗？是你义父让你来的吧？是，我刚从老家回来，就是来看看少奶奶好不好。好不好？你说好不好？让你们爷俩害得能好吗？这又不关单少爷的事情。他们爷俩都一样。别拿人家撒气。单少爷，你义父还好吗？
还吃得香，睡得稳吗？是不是还穿着老佛爷给赏的红袍？哎呀，先夫出殡，他来闹丧，可算是出了20年前他和董家的那口恶气，自然是吃得香，睡得稳。少奶奶，我爹做错了事儿，但他绝非恶人。我代他。不必，谁做的事情，谁就要自己来承担，自己来面对。单少爷，劳烦您带一句话给单福全。是，您请说。哎呦，大少爷，您可回来了。小姐呢？就我自己回来的。啊，那也好，那也好。您去陪老爷喝2杯，什么劲儿都消了。爹，外头饭菜香，看不上我单家这口饭了吧？看不上别回来呀！喝酒吃肉，只要舍得，我还怕少人陪呀。爹，我有句话要说。要走就走。本来咱俩就不是父子，要想决断开口就是了，用不着喝酒壮胆，谁还强留你不成？董少奶奶让我带句话给你。你说什么？请单福全他们来家里吃饭，就那爷俩，咱们吃了他们还差不多。小姐，你是怎么想的呀？那可是单福全呀！你说明天备上好酒好菜。我不，他们不配。备好了酒菜，我就在这等他们。您若敢去，他恭候大驾，这是他的原话。我要敢去？他董白氏是什么东西啊？请我吃饭我都不屑呢。我要敢去，哼！你怎么回话的？我没回，只是说会把话带回来。哼，你还真听话啊！让你传话你就传话。那我该怎么回呢？告诉他我不稀罕。老佛爷赐宴我都吃过了，我单福全不稀罕他请吃饭。那就是说您不敢了。谁不敢？我这是不屑。恩将仇报、忘恩负义的主儿，我舍了一只千年老参呢，结果呢，参到手了，他翻脸无情了。可是那只老参，并没有把她的丈夫救活呀。那是因为他福薄，我可是仁至义尽了。讣文都不发给我，分明是瞧不起人嘛。他在大雨地里求我的时候，为什么不敢啊？哦，人没救活他就势利眼了。出殡那一天还瞒着我，有头有脸的人都请了，唯独漏了我。这会儿让你来传话，干嘛？鸿门宴啊，这是。单福全欠我一个答案，他必须给我一句话。把我当什么人了？呼之即来，挥之即去啊！我小玄子可是老佛爷跟前堂堂执事总管太监呢，王爷背了都得巴结我，我受他的气。哼！他也别太把自个儿当一回事了，不过就是娘家有几个钱嘛，娇生惯养、锦衣玉食的，自以为是名门之后啊。
他现在早不能锦衣玉食了。为啥？他被董家赶出了家门，说是不守妇道。啊？那他怕什么？他不还有娘家吗？白家可财大气粗的很，他有的是仗势呢。白家现在也不收他。嗯？现在是董家将他逐出家门，白家闭门不开。有这种事？非但如此，他现在是过街老鼠，平常人见了他一口一声，哎，一口一声淫妇，当他脸吐唾沫为荣啊！哎，我可没说他，我只说他是一个见利忘义的人，可不是我说他是淫妇的啊。可是这件事情只有我们两个人最清楚啊。那日他来求身，真正发生了什么？什么都没发生，什么都没有啊。可他现在名声已经被毁了，就毁在咱们的手上。你别说我们，不必把你带上，就是我一个人。我们是父子。那个白玉和，哎，她不是白家富养的闺女吗？何以会待她如此凉薄呢？哎呀，儿子啊，我们真的把她的名声给毁了。哎，我只是一时气愤呢，我就为了出一口气嘛，我没有别的恶意。那他如今最可怜的是，他还不识人间冷暖，还一心巴望着娘家来人把他接回府上呢。小姐，你可别太天真了。我不知道你要问什么，可是你觉得单福全他会对你说实话吗？我就告诉你吧，他压根儿就不敢来，他没这个脸。如果他不敢来，我就去。小姐，去，不去。我干嘛不去呀？啊？问题是去了干啥？去道个歉。这件事情咱们做错了。我究竟哪儿错了？我们羞辱了人家。当日若不是照他进房羞辱，如今最有情有义的人就是您呐。他也不至于落到这般光景。爹，咱就去吧，就一顿饭，要杀要剐由着他，我跟您一块儿去。不准去！以真，你回来了。我把箱子就放着，你们谁要敢去，我马上拎着箱子就走，再也不回来了。我们说的不关你的事儿啊，我们是说……你们不就说要去白雨荷家的事儿吗？是啊，那是因为……不管因为什么，到最后都会跟我有关系。这话怎么说的？什么都跟你有关系啊？要去也是我跟钟文安去啊。你们一个是我义父，一个是我哥，你们的所作所为到最后都会连累到我。你怎么跟爹说话呢？我说错了吗？没关系，让他说。你有什么委屈你说啊。你回去吧，住不惯再回老姑那儿。走走走。哎呀，行了，老姑老姑，我要能回老姑家，我才不回来呢。砧板跟你有仇啊？少奶奶啊，依我看，这饭就不该请。就不说你请的是谁吧，这守丧期间大摆宴客，哎呀，说出去也不好听呀。小姐，这可怪了，连王妈都知道。哼，难得你们两个同生一气儿啊。
依我看啊，全是瞎忙活。单福全根本就不敢来，准备这么多，都够咱们吃半个月的了。他是心虚是吧？我听说他对上来不来的，他都得面对我，逃不了。你们的所作所为啊，现在都传到老家去了。老姑昨天晚上找我哭了一宿，她那我是待不下去了，都是因为你们。你们，你说话之前先把事情搞清楚。爹，不能怪你哥，是我拖累他的。可外面不是这么说的呀。玉珍，老天有眼，有眼，他也比不过人眼，更比不过人的那张嘴。哎，对了，你们知道我在寺庙里碰见谁了吗？白雨荷。我是亲眼看到别人是怎么躲他，像躲瘟神一样，亲耳听到别人在背后是怎么咒骂他的。那我现在就劝爹去的就是为这个呀。去道歉吗？去吃顿饭，那就能改变别人对他的看法了？不可能。到头来，别人只会认为你们三个之间是不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？最后苦的是谁啊？还不是我吗？我知道，是我连累了你们。义父，您要是真这么想，我求您，求您跟那白雨荷保持点距离，最好越远越好。你也为我想一想，我也是女人，我也有名声，我最终也是要有归宿的。现在外面的人本来就因为咱名声不好不敢招惹咱，更别提什么媒婆定亲了。你们再跟那白雨荷沾上关系，难道你们非要把我逼到庙里面当姑子吗？哎呀，义父，那白雨荷她的清白，她自己心知肚明。可我呢，我总不能把全镇的人都请来，请大家吃顿饭，然后告诉他们说我是单以真，我可是规规矩矩的，我跟那单以真，你和单福全是不一样的，是吧？爹，以真他不是这个意思。好了，你们自个儿决定吧，我没意见。义父，行了，就少说两句吧。我那箱子也不打开，你们谁要敢去他那儿，我立马拎箱子就走。大太阳底下看书，也不怕害了眼睛。没事儿，晒太阳挺好。这家太阴了。你说你至于吗？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你在这守着我们呢吧？我现在要去铺子里面转一转。你去呗。好，那我就跟爹一起去。哎，我也去。你看看，只有千年做贼的，没有千年防贼的。你说你还能守着我们一辈子吗？至少在这风口上，至少在白雨荷守丧期间，至少在你嫁出去之前，是不是？是。哎，老爷，周林啊，哎呦，来了，老爷回来了。客人马上到了，都准备好了吗？按太太的吩咐都办好了。你赶紧去厨房盯着点，今天这顿饭可得准备仔细了啊！是。永嘉呢？
永嘉，永嘉，永嘉，谷子，哎，谷子，你看见少爷了吗？少爷一早出去了。上哪去了？他没说。哎，你没告诉他今天张家要来吃饭？没敢跟他说。你，哎呀，不是怕他又犯倔脾气吗？我可是按照你说的，专门派人给张家送的请柬，还特意注明了诚邀阖家光临，不就是为了给这小子和张家女儿一个相处的机会吗？咱们这么做是给张家母女一个台阶下，张世珍气儿不也就顺了？你可以说我凉薄，也可以说我自私，可我没得选择。一个女人，尤其像我这样一个自小就被老太监收养的女人，想要摆脱出身，除了嫁人，我没有别的办法。这个家，你别天天跟我说这个家怎么好，这个家好不好，你心里比我清楚。自小我们被领养来，你看到过这个家有访客吗？这家没有亲人，没有朋友。哥，我不想一辈子被困在这儿。我是个女人，我要嫁人的，我也想要有丈夫、有孩子、有亲人、有朋友。小姐，您有访客。我？谁会找我呢？不知道，是一位先生。周永嘉。你们家可真不好找，我问了好多人，他们都装不知道。你来找我什么事儿啊？那，这什么意思啊？我买了，送给你。哦，我不要，谢谢。为什么不要？你不是喜欢吗？不管是谁喜欢你，都会送吗？那可不一定。不过我知道你喜欢，我就愿意送给你。人生里不是每个喜欢的物件都可以得到的。不至于吧？就一块料子还扯上人生了。来，收下。门外来的究竟是什么人呢？这我还真不知道。要不，我去把客人抢进来？别，也许雨珍不想让别人看见我。你是同情我吧？你有什么好同情的？我觉得你应该同情我。我在这儿站了半天了，也没人请我到屋子里边去坐一坐。不是，我家……行了，不用为难。那我就坐这儿吧。哎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知道，单以真。那你知道我义父是谁吗？单福全啊。你都知道？我当然知道，整个平城谁不知道？从小到大，还没有人送过我东西。单以真，我们是朋友，以后我有好东西我还送给你。那如果我喜欢的东西跟另一个人喜欢的一样，你还必须只能送一个，那你怎么办？这我得好好想想。这问题还真不好回答，因为你这个话里头啊，人太多。可不是人太多吗？你也不好送的。那这样吧，东西呢已经送给你了，那至于另一个人呢，我就没什么好送的了。那我就把我自个儿送了呗。这还给你。干嘛又还我呀？我不要了。行了，别那么严肃，我开玩笑呢。我知道你想要什么，想要什么就说出来嘛，干嘛有那么多顾忌？不是每个人都有条件，想要什么就要什么的。我知道，我知道这大屋里住着谁，我也知道平城的人对这大屋里的人风评不好，大家对他议论纷纷，所以也波及到了你。那不是我，是单福全，我跟他不一样。你别听别人瞎说。你不用担心，我这个人从来不听别人说什么，我只想有自己的判断。而你对于我来讲，
很仗义，不势利，这就很好。就像那天在庙里头，你没有像别人一样唾弃白雨荷，而且还为他编了一个善意的谎言，就冲这一点，我就愿意交你这个朋友。那你呢？愿不愿意交我这个朋友？我从来都没有交过朋友。现在你不有了吗？我就是你的朋友。战雨真，不用这样吧？那你现在总可以请我到你家里坐一坐吧？哎，不料我收下了，朋友我也交了。不过今天我们家真的不方便请你进去，下次吧。也行。那你请我喝杯茶吧，好吧？咱们就去清风茶楼，走。走啊！一杯茶你也要考虑考虑啊！你也太小气了吧？那好吧，我请你。还是我请你吧。什么人他一声不响的就跟着走了？不知道。你也不问问，这要是什么好歹的话，到哪去找人？下回问清楚。哎，去。哎，你也是的，你这个哥怎么当的？以真从来没有在外头交过朋友，还是个男的，什么人都不知道。爹，那晚上那顿饭，咱们是去还是不去啊？哎，爹，爹，我单福全不是个怕事的人，那咱们就去吗？能去吗？啊？是，我知道我外头名声不好。说什么我尖酸刻薄、刚愎自用，开个当铺低买高卖，吃人不吐骨头，这些我都知道，所以没人踩我嘛。背地里喊我石不全，咱们没有。甭替我撑面子，我不在乎。我是石不全，我10岁净身入宫，但那是为了给我爹娘治病，我至今都不后悔。不全，不全又咋的？不全也绝不了后。有银子怕买不到女人给你生孩子？可以真就不同了，我从来没想到他心里边有这么多委屈啊！啊，哎，还真的没人来提亲哎。我又不能替他买一个丈夫，能吗？不能，媳妇儿丈夫都不是用银子买的。所以了，我要是再不知道收敛检点，那岂不是把我闺女给害惨了？你义父，他跟你说了吗？那天就在董家的葬礼上，还用说吗？坏事传千里，这小镇上早就传开了。什么叫坏事啊？我可不这么认为。人家出殡，干你们俩什么事儿？你义父在人家葬礼上对死者不敬。你跟死者很熟吗？不熟。那你干嘛要帮他出头呢？我是替白雨荷出头。哦，你跟白雨荷，你们很熟吗？也不熟，一面之缘。你跟他是朋友吗？不是朋友，我也会这么做的。我就见不得人欺负人。我跟你说，我这人从小就这样，就是见不得强者欺负弱者，所以后来我爹拿我没办法，就把我送到国外去了。一想起周家那儿子，我这气就不打一处来。妇人之见，你以为是普通的一顿饭吗？谁稀罕他请客呀？说什么诚邀何府光临？依我看，他就是冲着那副会长的位置，冲着我们文娟。哎呀，周家呀，
主动请咱们去，就已经表示愿意低头认错了。再说，周伯年，他现在还在商会会长的任上，我的事情嘛，他说话管用，于人于己都有好处，咱们给他点面子。再说，今后倘若文娟嫁过去，也不显得咱们小气嘛。爹，既然你都出国了，你干嘛又回来啊？我是中国人，迟早得回来的。哎，可是回来吧，我在上海待得好好的，我爹又非把我弄回来，让我成亲。成亲？嗯。哦，是跟哪家的姑娘啊？你见过的，就那天在那个裁缝店里。张家。嗯。哦，挺好的，门当户对，怪不得你不怕得罪他呢。迟早都是你们家人嘛。谁家的人啊？我都还没有同意呢，你倒替我答应了。干嘛不答应啊？张小姐家世好，背景好，又在上海书院读过书，一般人还高攀不上呢。周张两家结合，可谓是珠联璧合，天赐良缘。我听了都替你高兴呢。不用，我谢谢你。我就见不得那种势利啊，跟人说话都用鼻孔看人。他那天不就跟你说走开，就我的布料，是不是这么跟你说的？行了，你也够损的了。周会长，周太太，石远营有石远营，周太太。哎，这怎么不见周公子啊？啊，哎呀，他上海来个朋友。对对对，和他一起在英国留学的。来得太突然，他不得不陪呀。周公子是喝过洋墨水的人，结交的朋友肯定不一般呐。哎呀，哪里哪里。哎，叫过来一起吃饭吧。年轻人在一起热闹啊！吃完以后还可以让文娟陪着他们在平城玩玩嘛。说是到乡下去了，也不知道能不能赶回来。哦，失敬，失敬，失敬。请客人到屋里坐。啊，张兄啊，请，张兄，请。哎呀，等你半天了。哎，孟娟，你怎么不进去啊？我不吃了。为什么呀？那个周永嘉分明就是不给面子嘛。他敢！哎，你没听他爹妈说吗？他上海来朋友了。我才不信呢。周伯年不会骗我们的，他比谁呀都希望应了这门亲事。他还指着你爹给他的儿子在商会弄一个副会长呢，他不会骗咱们的啊！走走走，进去。哎，你这孩子是什么性子啊？啊！我说不来吧，你偏偏要来，这来了你又不进去。这周永嘉可是你自己一眼看上喜欢的啊，那人家心里不痛快嘛。文娟呐，让你妈妈赶紧把酒拿过来呀！来了来了，我自己转转，你先进去吧。那好吧，你呀，就在这院子转一转，赶快进来，别让人家觉得咱们失礼啊。夫人，酒。听我话。咱们出去逛逛。是。那你喜欢什么样的女人啊？外柔内刚，需要我却不粘着我。我去给我父亲买点墨，等我一下。好。沈真，怎么又是你啊？你诚心的吧？张小姐，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你给我住嘴！你别推我！哎呦，我的瓷器呀！哎呀，哎呦，怎么回事？张文娟，又是你！哎，快起来！你没事吧？没事，永嘉，你别说张小姐了，是我自己不小心。沈真，你什么你？你凭什么推人啊？不是我推的。你还狡辩？算了，永嘉，
真的是我自己不好。什么你不好？真的不是我。张文军，你给他道歉。你给他道歉。这就是你上海来的朋友？你别管，我让你给他道歉。人不是我推的，为什么要道歉呀？你们把我瓷器打坏了，谁赔我钱呢？哦，我赔。凭什么你赔啊？谁推的人把这些瓷器打坏的谁赔？赔就赔，人不是我推的，我照样赔。不就是钱吗？就凭我爹我张家把这整个集市买下来都是9牛1毛。哟！还有你周永家，你一说买我也就买了。张文娟，你说话不要这么伤人好不好？我怎么伤人了？你回去看看呀，你爹妈正在你家举公哈要的陪我爹妈吃饭呢，就是为了给你求一个副会长。胡说！我没胡说，不信你回家去看看呀。跟着这个姓单的有什么好处呀？亏你还把他当个宝呢，去他们家当铺站柜呀！别太过分。我们走。哎，张小姐，我的瓷器。急什么？张家少不了你的。哎，永嘉。镜中泪如泉涌，见惯司空。时至心有所钟，你偏来拨弄。痴情意，思情的，寒蝉胸口偏遇那吐露哽咽如虹。恨你恨只恨是不相逢，念你念只念岁月枯荣。今生缘若花总无影踪，此在谁手痛定思痛。恨你恨只恨是不相逢，怨你怨只怨言不由衷。来生缘若是梦一场空，劝别为我一瞥惊鸿，一瞥惊鸿。恨你恨只恨是不相逢，怨你怨只怨言不由衷。来生缘若是梦一场空，劝